为了联盟，为了部落。上期我们说到，万神殿在艾泽拉斯大陆上消灭了上古之神，并初步建立了艾泽拉斯世界。艾泽拉斯本身还孕育出了一种名叫始祖龙的生物。始祖龙有两类，一类是具有灵魂元素的龙，一类是具有风、火、土、水元素的龙。始祖龙在星球上四处捕食，当中最厉害的名叫加拉克龙，它力量庞大，还有着异常皎洁的智商。最为凶残的地方在于，它饿起来连自己人都吃，不光吃活的，它还吃死掉的同伴，这使它受到死灵能量的感染，导致它身心被腐化，身体上长出了畸形的肢体和眼睛。而被它咬过的龙会感染成为亡灵龙，由此加拉克龙成为了卡利姆多天空上的一大祸患。泰坦守护者提尔发现了加拉克龙，他告诉自己的守护者同伴应合力应对威胁。可同伴经历了上古之神的战斗后，都没什么斗志再继续干下去了。但是提尔又知道自己一个人肯定干不过亡灵龙大军，提尔只好去找其他帮手。他找到了5只具有智慧的始祖龙：阿莱克斯塔萨、奈萨雷奥、马里苟斯、伊瑟拉、诺兹多姆。提尔找到他们，说服5只龙与他们并肩作战。但是加拉克龙实在是太厉害了，根本打不过。提尔被加拉克龙咬掉了一只钢铁之手。而5只龙明白，只有齐心协力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经过了漫长的战斗，总之最后就是打赢啦。其余守护者这时才醒悟，赶到战场才发现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内心感到十分愧疚。提尔并没有责备他们，他说服了守护者授予5条始祖龙泰坦的力量，用来共同守卫艾泽拉斯。其他守护者都同意，唯独奥丁表示不同意。他认可始祖龙的英勇所为，但是并不认为艾泽拉斯的命运应该交由这些血肉生物。风云上古之神的战斗还历历在目，而上古之神也是血肉生物。可是其他守护者根本不听奥丁的命令，继续实行自己的计划。这样一来，除了奥丁之外的守护者分别赐予了5条龙各不相同的泰坦之力，成为了永恒之青铜龙、生命之红龙、梦境之绿龙、知法之蓝龙、大地之黑龙。5条始祖龙获得了守护之力之后，形体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样子。从此，这5只巨龙名号响彻云霄，它们被称之为守护巨龙，职责是守护着艾泽拉斯上所有的生命。它们的龙蛋也被赐福，龙蛋带给守护巨龙各自族群的后代。而奥丁这边看着其他守护者根本不听他的，于是很生气地回到了阿杜尔的宫殿。他觉得守护巨龙保卫世界最终一定会以失败收场。奥丁一想，你们不听我的，老子自己单干。于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出一尊能在艾泽拉斯危险时保护世界的大军。他选择了一种泰坦造物——维库人。维库人天生好斗，具有勇气和力量，是完美的战士。其他守护者返回奥杜尔后，要求奥丁放弃这个愚蠢的计划。他当然不接受其他守护者的建议，对自己的决断深信不疑。奥丁还光明正大地选择了奥杜尔的侧殿作为自己大军的基地，又找来了精通结界法术的巫女海拉。奥丁对待海拉特别好，就像对待干女儿一般。于是海拉花大力气为奥丁打造了一个结界，并将结界升到天空中，名唤作英灵殿。奥丁告诉维库人，你们只管战斗，战死了也没事，灵魂可以晋升到英灵殿，还能得到泰坦造物装备风暴装甲套装，并获得成就瓦拉加尔的勇士。但是这个计划在实际执行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艾泽拉斯上的生物死亡后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暗影之地的位面，而将亡灵灵魂从暗影之地运到英灵殿是个大难题。奥丁思前想后，只能将其中一部分维库人转化成为灵体，一种瓦格里的幽灵生物。瓦格里会穿梭于暗影之地与现实世界之间，带领合格的维库人进入英灵殿，但成为瓦格里也将意味着背负着永生的诅咒。当然没有人自愿去背负诅咒，奥丁只能试图强行转化，但这一行动遭到了海拉的强烈反对，两人甚至要大打出手。愤怒的奥丁打碎了他曾经视为亲生女儿海拉的躯体，将她的灵魂强行扭曲成第一个瓦格里。海拉的痛苦与愤怒的哀嚎响彻艾泽拉斯的大地，
直抵暗影之地的核心。但从此，艾泽拉斯大陆与阴影之地之间必有了连接。转化后的海拉被迫服从奥丁的命令，将死后的维库人转变成了瓦拉加尔。奥丁终于拥有了自己所期望的大军。而在宇宙这边，萨格拉斯离开万神殿之后，开始一个人琢磨宇宙的命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反正这垃圾宇宙上的其他星魂早晚会被虚空灵族腐化，不如让我们来烧掉宇宙上的所有生灵吧。从此，他宏大的征途——燃烧远征正式开始。我们这样来描述比较好：萨总为了完成燃烧远征，需要开一个燃烧军团公司，因此需要招募公司职员。他来到了自己以前创造的放逐位面马顿开招聘会，此处长久以来关押了众多的恶魔，使得马顿本身充斥着巨大的邪能量。萨总为了顺利地将这些恶魔招揽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来，用自己的力量将马顿撕扯开来。没想到的是，马顿炸了，萨总自己也中招了。邪能的辐射使得之前高贵的泰坦形象不复存在，现在的萨总就是一个无穷恨意的熔炉。邪能不仅让恶魔们变得更加强大，更重要的是，邪能爆炸更是在宇宙中撕开了一条裂口，打通实体宇宙和扭曲虚空。恶魔们纷纷涌入了实体宇宙。萨总将自身源源不断的邪能灌注给恶魔们。他说：“加入我的燃烧军团吧，这里包吃包住，还可以随便杀人哦。”恶魔们一听可以随便开杀，十分愉快地加入了燃烧军团。于是，一支强大的恶魔军团由此诞生，名为燃烧军团。军团们马上开始行动，席卷了一个已经被泰坦建立秩序的星球。星球在军团强大的攻势下，瞬间被燃烧殆尽。阿格拉玛最先发现了燃烧军团的暴行，他对军团展开追击，在军团正准备毁灭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及时赶到，亲眼见证了军团的领导者，他的导师，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萨格拉斯。阿格拉玛十分震惊，质问萨格拉斯怎么回事。萨格拉斯说：“只有燃烧才是净化宇宙的唯一手段。”阿格拉玛心想：“你个老家伙都一大把年纪了，这是哪门子中二演讲？不说废话，打一架你就知道了。”然而，阿格拉玛打不过处在中二时期的萨格拉斯，没办法，阿格拉玛只好发动最后的绝招。两把兵刃交接，迸发出泰坦奥数和邪能力量的激烈碰撞，将彼此的武器都震碎了。重伤的阿格拉玛赶紧回到万神殿报告萨格拉斯的疯狂行为。万神殿的其他成员难以置信，众泰坦决定全军出击，在位于奈伦世界的附近直面萨格拉斯和他的燃烧军团。阿曼苏尔先是对萨格拉斯一顿说教：“我们找到了艾泽拉斯，如果他能够苏醒，我们将拥有能够击溃虚空领主的力量。”萨格拉斯表示：“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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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阿格拉玛认为萨格拉斯的内心应该还存有泰坦的信念，他放下武器，走近萨格拉斯，共同讲述了两人曾经共同对抗恶魔时的峥嵘、羁绊和誓言。此举让萨格拉斯更加愤怒，发出一声愤怒与悲伤的嚎叫。萨格拉斯挥起断剑，将阿格拉玛打倒在地。此举让所有在场的万神殿成员都为之震怒。万神殿向萨格拉斯及其燃烧军团发动了总攻，战斗景象非常的壮烈。星辰退避，天地晦暗，群星凋亡，战火在宇宙中迸裂，现实界也因此被撕裂出了无数浩瀚的巨大裂隙。5位万神殿泰坦对阵萨格拉斯及其燃烧军团，面对经过邪能洗礼的战神萨格拉斯，万神殿表示根本打不过，只能硬着头皮上。战斗中的万神殿逐渐处于下风，萨格拉斯召唤了一场巨型的邪能风暴，企图直接消灭万神殿，将他们形神俱灭。在这危急关头，泰坦诺甘龙召唤了宇宙中的原生能量，生命的力量覆盖在了众泰坦的灵魂上，将他们送往宇宙远处的黑暗之中。此举是为了保存实力。萨格拉斯此时并没有察觉诺甘龙的行动。泰坦们的实体顷刻间被邪能风暴所摧毁，万神殿之名也不复存在。在萨格拉斯打败了万神殿之后，得知了艾泽拉斯的存在，但又不知道其具体位置。他决心找到艾泽拉斯并将其毁灭，绝不能让虚空领主占得先机。经过这场战斗后，暴露出燃烧军团的一个巨大缺点：恶魔们本身难以控制，而想要指挥恶魔更是一件难事。于是萨总想要招一些高管进公司，他看上了阿古斯星球上一个名叫艾瑞达的种族，他们聪慧、好学、求知欲极强。艾瑞达有3个领导者：力量强大的阿克蒙德、足智多谋的基尔加丹、精神领袖先知维伦。他们3人各施所长，带领艾瑞达人打造出一个科技程度极高的星球。
萨总以这个宇宙中最极致的知识来诱惑3位艾瑞达人的领导者，对他们展现了掌握了知识后的艾瑞达人和平管理未来宇宙井然有序的美好景象。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表示，这实在是太棒了，对此欣喜若狂，深信不疑，愿意为未来美好景象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维伦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他决定使用一个古老遗物阿塔玛水晶。维伦对着水晶，水晶，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水晶为他展示了一片火海和满是毁灭的恐怖景象。维伦立刻去警告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他们对维伦的警告不以为然。维伦担忧族人的命运，此时纳鲁、乌克雷出现，对他们伸出了援手，强势插入的设定。纳鲁由大片的光子残片聚集而成的生物，是这个世界上最初的生物。他们放眼浩瀚的宇宙，所看见的都是无穷无尽的可能。设定结束，而阿塔玛水晶也是纳鲁留下的。乌克雷帮助维伦进行了逃离行动，于是维伦就带着值得信任的族人登上了名叫吉尼达尔的宇宙飞船，永远的逃离了故乡。从此，他们被称为德莱尼，艾瑞达语中流亡者的意思。在维伦一行人逃离后，萨格拉斯就降临了阿古斯，用邪能将星球上所有的艾瑞达的人都转化成了恶魔曼达瑞。转化后的基尔加丹被称之为欺诈者，他善于欺骗宇宙中的其他种族来加入燃烧军团。转化后的阿克蒙德被称之为污染者，他善于鼓励自己的军团，由他指挥恶魔作战。萨总的燃烧军团现在就有了2位管理者，而维伦的出逃被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视为背叛者，需要在宇宙中找到这逃走的一群德莱尼人。实际上，萨格拉斯还看中了阿古斯星球沉睡的星魂，他将阿古斯的星魂禁锢起来，用出生泰坦的生命能源为燃烧军团无限输送的给养。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的加入还为军团改造了多种强大的恶魔。至此，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燃烧军团将使无数的世界和文明湮灭。在萨格拉斯与万神殿的大战中，萨格拉斯摧毁了泰坦的肉身，诺甘农的法术保护他们的灵魂，并将他们送到艾泽拉斯。刚落地，他们的灵魂就消失了。守护者们满脸问号，他们呼唤万神殿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可万神殿已经湮灭了，回答守护者们的只有沉默，这让守护者们无比的懵逼，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被镇压于奥杜尔下方的上古之神尤格萨隆，他感觉机会来了，企图越狱。他用一种血肉诅咒的疾病来污染异质熔炉，这样熔炉创下的所有泰坦造物都会被感染，以便他轻易的能够杀死新生的泰坦造物。他潜入心智最薄弱的守护者洛肯脑中，腐化洛肯的心智，洛肯的内心开始变得非常的悲观，因此他经常和他的兄弟托里姆的伴侣西弗见面与寻求安慰。慢慢的，两人后来竟互生情愫。西弗担心被老公发现两人打起来，破坏了守护者的团结，拒绝了洛肯。洛肯非常生气，想着你跟我搞暧昧，你还拒绝我，一刀杀死了西弗。尤格萨隆一看机会来了，制造了西弗的幻象，蛊惑洛肯，用西弗的死讯挑拨托里姆与寒冰巨人，两者掀起了一场灾难性战争。西弗的幻象继续忽悠洛肯，用医治熔炉创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都被感染了血肉诅咒。洛肯他斥责托里姆发动战争的行为是在破坏泰坦造物之间的和谐，托里姆居然觉得洛肯说的很有道理，带着悔恨离开了奥杜尔。就这样，尤格萨隆很轻松地赶走了第一个守护者，洛肯指挥大军打败了巨人们，结束了冲突。为了掩盖罪行，他不惜与尤格萨隆联手，从此洛肯便背叛了守护者的誓言。为了打败其他守护者，洛肯召唤了海拉，利用他内心的仇恨怒火，将英灵殿用结界封印起来。奥丁和他追随者则被困在了结界中。在封印英灵殿后，洛肯回到了奥杜尔，他发现米米尔龙正在调查异质熔炉及其疫病的根源。洛肯将米米尔龙在工作间中杀死，并布置成为意外死亡的现场。米米尔龙的仆从机械侏儒发现主人的灵魂还在，他们打造出巨大的机械，容纳主人的灵魂。差点死了的米米尔龙不再关心事实，把自己隔绝在奥杜尔宽敞的工作间中。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不问事实没有关系，你好歹先告诉你的同伴，凶手是谁吧。接着，洛肯先后进攻了弗雷亚的生命神殿和霍迪尔的寒冰神殿，将两位守护者打败后，尤格萨隆趁其虚弱，奴役了他们的灵魂，将他们的灵魂困在奥杜尔中。此时，还有两位守护者提尔和阿扎达斯。提尔早就开始怀疑洛肯，但是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胜算，打不过我跑总行了吧。他和阿扎达斯及艾隆纳亚躲在了风暴峭壁外围。洛肯派军队来追杀提尔，却找遍风暴峭壁都不见踪迹。洛肯想着没找到人，应该是跑了吧，感觉自己无人可威胁，就宣称自己是艾泽拉斯新任的首席管理官。他还停用了意志熔炉，并将许多的仆从驱逐到风暴峭壁中。但是他还是害怕万神殿和观察者奥尔加隆返回艾泽拉斯，发现他犯下的罪行。
然而他没料到的是，最大的威胁是在他脚下的尤格萨隆，他正蠢蠢欲动，从这座曾经牢不可破的牢笼中逃脱。洛肯一直担心驻守在南方的守护者莱会回到奥杜尔，于是他派出一支吃鸡小队前往奥丹姆探查莱的踪迹，可是哪儿都找不到莱。但是这个行为导致莱的众多仆从也被洛肯的军队感染了血肉诅咒。实际上，莱也选择了躲起来，他知道万神殿败亡了。他先是将阿曼苏尔的残余力量放于锦绣谷中，以表达对泰坦的尊敬。然后他回到了地下墓穴中，冥想了所了解的一切。莱有3个追随者：托维尔守护奥丹姆，阿努比萨斯看管克苏恩，魔古在东面守卫宝库和机械。在许多年之后，当年被洛肯驱逐的泰坦造物开始在大陆四散而居，巨人躲进了深山和海洋中，土灵深居地下挖掘，并与名叫薛巨人的怪物争夺地盘。维库人则形成了聚落，另外一些则在台原定居。而洛肯创造的火焰巨人沃尔坎、伊格尼斯，他们为了占领风暴峭壁，使用武力控制了维库人的灭冬部族。由于血肉诅咒的关系，原本的泰坦造物的钢铁身躯开始变得易碎。为此，火焰巨人铸造了魔像和钢铁构造体，强化自己的大军——灭冬大军。他们首先攻打了土灵，毫无准备的土灵被血洗，仅有一支剩余的小队逃出，并向提尔等人提出求援。提尔帮助土灵击退了灭冬大军，但巨人很快又扩充了军队，更奴役了始祖龙。他们继续对土灵发动进攻。势单力薄的提尔向5只守护巨龙求助：“他们对泰坦造物下手了！我操，太过分了！他们还奴役了始祖龙！这不支持还得了？出动，消他！”随后，巨龙合力席卷了灭冬大军，并取得了胜利。伊瑟拉和诺兹多姆使用其能力，在漫长的岁月中，使得灭冬维库人一直沉睡。在他们千百年后醒来，会发现由于血肉诅咒的影响，已经堕落为凡胎肉体。击败东灭大军后，提尔终于把注意力放在洛肯身上。只有打倒洛肯，泰坦造物的纷争才会停息。为此，他们计划偷取奥杜尔中的诺甘农圆盘。诺甘农圆盘记录了艾泽拉斯的历史，同样也记录了洛肯的背叛。提尔冲到奥杜尔大门前，吸引洛肯的注意。阿扎达斯和艾伦纳亚则潜进奥杜尔偷取圆盘。得手后，他们赶紧逃回风暴峭壁，担心洛肯很快就会找他们算账。而洛肯发现圆盘失窃时，吓得魂不附体，自己的背叛就记载在圆盘中。万般绝望下，他想到了扎卡基和基西克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夺回圆盘，杀死提尔及其追随者。由于感受到洛肯脑中尤格萨隆的气息，他们爽快答应了。提尔他们得手后，立刻准备南下，寻找避难所，开始下一步行动。动身前聚集了大批向往和平的维库人、土灵和机械侏儒一同动身。连续跋涉数周后，他们认为已经逃脱了。在遥远的南方一片林地中，扎卡基和基西克斯追上了他们。为了保全同伴们的性命，提尔决定舍身取义，让其他人先走，他留下拖住敌人。提尔与他们大战6天6夜，也未分胜负。提尔眼见身体渐渐疲乏，他决定牺牲自己来保全他的伙伴。他释放体内所有残余的阿嘎拉玛力量，耗尽全部的生命，引发奥数能量爆炸。爆炸使得世界脊梁都为之震颤不休。尽管孤注一掷，但提尔最后的攻击并未将2位敌人一并消灭。提尔与扎卡基同归于尽，基西克斯身负重伤，逃向了西方，在此后的千万年里都再没有现身过。为了纪念提尔的牺牲，艾隆纳亚将爆炸的巨坑周围的领地命名为提尔之屿，在此地为提尔建造墓穴，并将巨大的白银之手安放在他的墓碑前，以此永世纪念他的英勇献身。提尔自我牺牲的光辉事迹被所有逃难者交口称赞，维库人尤其觉得应该多做些事情来报答他，决定在提尔之屿定居，尽心竭力守护提尔之墓，直到生命终结。阿扎达斯他们便继续南行，最后他们在大陆最东端泰坦造物的领地奥达麦停下了脚步。阿扎达斯和艾隆纳亚在地下殿堂打造了新的内室，存放诺甘农圆盘，并立誓以生命守护艾泽拉斯的历史。很多年之后，土灵身上出现了血肉诅咒的症状，他们请求休眠，直到有治疗方法为止。阿扎达斯承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他们唤醒。机械侏儒没有选择沉睡，他们知道诅咒迟早会爆发，但还是勇敢地发誓守护奥达麦。洛肯在听闻扎卡基和基西克斯没能歼灭敌人的噩耗后很绝望，他知道阿扎达斯绝不会正面进攻奥杜尔，但诺甘农圆盘依旧是他的心腹大患。有一天，洛肯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我们可以造个假的呀，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于是他用赝品来偷天换日，
并将其命名为远古法庭。他按照自己的需求改变了当中的历史，把自己的罪行全删除了。但是删完后发现资料库也没剩多少东西了，被记载的历史读不通的程度，连洛肯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只好对泰坦的交流设备动了手脚，把设备设置成为只有自己的死才能召唤奥尔加龙。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死在阿扎达斯和他的女朋友艾隆纳亚手里，这样奥尔加龙一定会启动熔炉消灭他们，大不了求一个同归于尽。在灭东和土林都陷入沉睡后，剩余的维库人占领了卡姆利多大陆。然而在血肉诅咒的影响下，部族的女人开始诞下畸形的婴儿，一时间恐惧和迷信充斥着部族。掠龙部族的国王伊米龙知道血肉诅咒一定和守护者有着关系，守护者虽被维库人视若神明，但是在族人受到创伤时都没有见到守护者的影子。伊米龙劝说族人放弃这些无声冷漠的守护者，他号召所有维库人集结在他的旗下，而下达了第一个命令便是杀光畸形儿，以净化整个氏族。但有小部分人无法痛下杀手，这些人准备逃到阿扎达斯曾经到过的避难所去，但是路途险恶，只有少数人抵达了目的地。怀着沉重的心情，他们将亲生骨肉交给在提尔之陨的维库人抚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受诅咒的孩子和他的后代繁衍出了人类。其他造物机械诸如托维尔、魔古和巨人都无法逃过血肉诅咒，像尤格萨隆计划的那样，血肉诅咒会弱化泰坦造物。但是让尤格萨隆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肉体凡躯的生物具备了勇气、决心和无畏的品质。而现在卡林姆多苍翠繁茂的中心地带正面临着更紧迫的威胁，一股新的力量，一个野蛮的本地种族正在崛起，他们自称巨魔。本视频内容由魔兽世界编连史而来，如有不全面的地方请见谅并欢迎指正，我们下次再见。最后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收藏、转发一条龙，播放数越多，下期视频就会越快更新，求大家多多转发传播。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次见。